关注最新资讯，把握经济脉搏。大家好，我是主播小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期主要内容，根据贝壳研究院发布的2021城市刚需购房报告显示，南京刚需上车套均总价约209万，房价上涨超4900元每平米。但结合南京楼市的实际情况来看，一大批刚需依然买不到房，想要买房还得做好计划，抓住机会。楼市变幻莫测，连带着房价也是起起伏伏。纵看近几个月的楼市表现，很多买房人表示雾里看花，琢磨不透。这其中尤其是刚需朋友，更是面临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据科尔瑞最新数据显示，今年2月南京新房成交均价直冲约39051元每平米，环比上涨12.56%。也就是说，时隔一个月房价就上涨超4900元每平米。随着房价格局洗牌，曾经的观望变成现实的压力。短短1年时间，原来咬咬牙还能买入的板块，现在可能真的买不起了。南京去年常住人口总量首次突破900万，高层次人才涌入，对95后吸引力位于全国第6，是中国重要科教基地、交通枢纽城市。南京综合实力突出，而且楼市调控能力强，无论是短期政策，还是看中期供地、长期人口，都有较大的竞争力。人才的大量涌入背后带来的是居住需求的猛涨，刚需总是一波又一波，基数不停的增加，而购房成本也在同步上涨。对于资金承受能力有限、自住需求强烈的刚需来说，机会总是转瞬即逝。根据刚需购房报告中显示，超50%刚需人群首套房心理价位在100万左右。苏州、郑州的房价排在中间，南京房价的承受力仅次于北京、深圳、上海、杭州、广州。换句话说，就是在大城市买房，房价早已水涨船高。100万以内的房子已经绝迹，100到200万开始更加边缘化，300万左右已经成为大城市的门槛，500万左右再也买不到曾经的地段，成为普遍现象。随着南京城市的扩张，城市规模有非常大的提高，城市的快速发展，南京的房价也让很多市民倍感压力。在外地居住，在南京上班的双城生活，成了很多人选择的一种方案。镇江与南京之间的高铁班次很多，效率媲美地铁，相当便捷。对于镇江居民而言，通过高铁到南京上班是很好的选择。2022年以来，南京楼市开盘的楼盘数量屈指可数，所以各区域房价整体还是比较平稳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动。有部分房价上涨或下降的区域，价格也只是个别楼盘与前期相比有微调，并没有太大幅度的价格变化。在这些区域中，发挥比较稳定的是河西北部，该区域的热盘长江华府2月底之际推出了最后一栋商品房住宅，该项目本次加推的均价较前期有所微涨，即便如此依然受到了购房者的关注，这也是春节后至今南京楼市为数不多的售罄楼盘。而另一边江北核心区则因为一些楼盘价格较前期有微降，而影响了区域的整体房价。不过从市场反应来看，江北核心区的热度也确实不如之前了。江河某盘在2月之际入市时还需要摇号，然而时至3月加推新房源时，却因报名人数不足而选择了平推。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这批加推的房源均价较前期还有了每平米1300元左右的价格下调。其实从整体市场环境来看，与之前相比，近期由于开盘较少，对于房价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还是以稳定为主。虽然3月已经过去，开盘潮和销许潮都没有如约而至，上市量和去化量也非常惨淡，不少楼盘也推迟了节点。不过依然有很多购房者关注的纯新盘和热盘在路上，像河西南的江城府、南部新城的金鸡望悦府、金陵华夏中心、雨花和新区的金鸡嘉悦都将迎来入市。河西南的江城府近期公开了建筑面积约143平米的样板间，预计最快4月迎来首开，推出全部房源，含包放风价约每平米5.1万元左右。该项目整体仅有2栋30层的高层住宅。近期去项目现场实探时发现2栋楼进度比较快，其中1栋楼还剩下几层就要封顶的高度，自带的相关配套也同步在建。但在3月南京一批限价的入市后，并且土拍规则有所松动后，南京的房价格局被重新改写。首先是南京房价金字塔尖，均价5万每平米起，这些楼盘大多面向偏改善需求的高端人群。这一梯队的楼盘多分布在河西中、河西南、
大教场等板块，如金地大城汇文府、华润润怀府、河西金茂府、金鼎湾河西等高端楼房。其次是4到5万每平米的高级住宅，位于城南、河西比较多。这些项目普遍拥有完善的配套及品牌房企的加持。4万以下的房则占大多数，而均价2万以下的新房已经越来越少了。这些楼盘大多分布在远郊板块，且位置相对比较偏远，适合周边刚需过渡。在南京新房执行限价政策后，在这道限价红线之下，也就催生南京新房价格出现金字塔格局。在这个大背景下，虽然领涨板块的房价被牢牢按住了，但次级板块、3级板块还在努力向上冲刺，新房价格出现结构性上涨，成交均价攀升。而为什么土地价格的变动会引起房价的水涨船高呢？其实也不难理解。就在3月24日，南京今年首批集中供地出炉，共出让20宗土地。除了地块本身质素较好外，本批地块竞买保证金比例下调至其实总价的20%，切实降低了起义竞买的资金压力。上周二，2022南京首批次挂地20幅地块集中地块亮相，除了出让政策有4大调整外，多个板块毛坯房现价亦有明显上涨。以城南为例，片区将集中出让5幅地块，分布于南部新城、城南徐kommun、小型及人居森林等热门板块。经梳理发现，这些板块新房毛坯现价整体较去年每平米涨300到1000元不等，甚至个别板块新房毛坯房现价已逼近板块内在售楼盘的全装修价格。新的房价上升渠道已经打开。据南京网上房地产数据，去年12月南京共有新房库存 7.53 万套，而截至今年3月22日，该数字变成了 7.2 万套。据克尔日统计显示，截至今年3月10日，全国各城市去化率大于 70% 的项目有19个，其中南京的长江华府、金鸡家悦分别开盘 100% 和 90% 的去化率排在前列。南京楼市行情回暖还与相关政策的调整有关。据了解，目前南京4大行的首套房贷利率基本在 5.4% 至 5.6% 之间，二套房贷利率基本在 5.6% 至 5.9%。这一房贷利率与年前相比出现了显著下滑，下调了约10到30个基点。工商银行工作人员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房贷利率确实降了，此前房贷利率在 5.6%， 现在首套房利率能做到 5.4%， 二套房的房贷利率现在是 5.9%， 整体贷款额度充足，只要资料齐全、手续完备，基本上当月都能放款。而广发银行、江苏银行的首套房利率则更低，首套房利率可做到 5.2%。当然，这并不代表就可以一头热加入买房行列。如果今年确实有刚需买房计划，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随着各板块毛坯限价上调，未来南京市场上改善盘会越来越多，刚需人群还是抓紧时间，该出手就出手，不要犹豫。其次，价格是吸引刚需的因素，但不意味着房价越低，房子就越值得买。要买资源板块好的房子，买品牌房企的房子。再者，楼盘的品质和物业管理十分重要，所以买房要擦亮眼睛，认准开发商，看准水平。最后，在南京买房，总价决定你买不买得起，单价决定你买的好不好。受楼市大环境影响，未来一段时间内，部分开发商可能会打折降价促销，首开优惠的旗号，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此外，如果是在南京工作的外地朋友，预算不够，相较于在滁州或镇江买房，不如选择在南京路口、六合、丽水买房，性价比更高。此前，中国新华社播发了刘鹤主持国务院金融委会研究当前形势的新闻稿，代表高层对当前严峻的金融、地产形势做了表态。疫情显著反弹导致香港、深圳、上海等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核心城市都受到影响。在楼市方面，会议提出关于房地产企业要及时研究和提出有力有效的防范化解风险应对方案，提出向新发展模式转型的配套措施。房地产龙头股的股票最近不断下跌，很多地产股损失了超过 90% 的市值。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房地产行业风险会通过资本市场扩散。关于房地产企业要及时研究和提出有力有效的防范化解风险应对方案，提出向新发展模式转型的配套措施，对房地产行业构成较大利好。3月份楼市这一波行情
不少城市已经出现可以低价买入的好时机。上海、成都、西安这些房价涨幅排名靠前的城市，成交已经出现明显回暖。南京房价涨幅也挤在全国前列，相信排除疫情影响后，市场会很快崛起。购房者要做的，不要永远观望等待所谓的底部，随时准备好入市，择机上车。本期视频就到这了，您对本期内容有什么看法？欢迎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请订阅并分享，我们下期见。